去吧。听讲，比那个五毒门的五毒还要厉害。我见过文湖九的五毒，他那个武功啊，还是2个脑袋。这是什么阵法？五毒阵，寻常呢是用来困住人的，五毒将人困在其中，随后释放毒物。这是我们温家不外传的秘法。神医如今反着使用，是用来隔绝这花毒的。没错，遍布全城的毒，闻所未闻。能用出此等毒术的，天底下只有3人。我能想到的第一个，就是温家家主温壶酒。我舅舅的毒确实冠绝天下，往上看3代，往下看3代，都找不到像他这般天才的毒术大家。但他呢，却是雪月城的联盟，绝对不会参与到无双城的破事中。况且这里的毒，一看就是精心筹划多年。我舅舅他懒得很。这第2个人，应当来自唐门。没错，是唐门用毒第1人，唐灵皇。但唐门也是雪月城的联盟，而且这唐灵皇只喜欢用能杀死人的毒。他还曾说过，若是这毒不能将对手给毒死，那便不能称之为毒。他在这方面的执念可以称之为是魔障。那第3个人是谁？五毒门门主毒媚娘落烟蝶，只有他喜欢用这花香味的毒。他喜欢人在这温香暖玉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死去。这用毒之人都有这么变态的癖好？变不变态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花剑散之毒只能让人功力暂失，却不能置人于死地，说明他们留有后手。如今这四槐城中，亦有不少高手混入，甚至有剑仙。卢玉宅是不愿意合作了？他说，他的底线是不伤害他的师父，所以他收到那2封信之后，会告诉他师父。属下无能，没能及时接住那2封信，事关四槐城生死存亡，陆玉宅势必会告诉宋彦辉。刘云起已死，剑山月已退，如今的无双城只剩下一个宋彦辉，看来这城主之位也该换个人做做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这无双城的新任城主应当是……自然是论武堂堂主
剑无敌先生。我同你说过，我对城主之位没有兴趣。自然，到时候先生只管修建。答应过你的无双剑匣，我会派人送到你手上。多谢殿下。先生是执迷于剑的人。世上凡有执迷者，若不悟，则一生被毁；若悟到，便腾云而起。先生此时出关，应当是有所悟。但寻一剑，早就为先生备下了。我会替你寻到那卓越安，让他为先生试剑。祝先生一剑登天。你和他一起去，兴许剑先生有用得上你的地方。是。怎么了，先生？这家伙视剑如命，怎么到了真要对剑的时候就停住了？莫不是怕了那周月安？洛阳酒家，先生，可是想进去吹一杯酒啊？在西边有一座木梁城，木梁城里有一位孤剑仙，据说是5大剑仙中最强的那一个。他的名字叫做洛清扬。洛清扬很早就闭城不出了，这些年他从未和任何一个剑仙交过手。你凭什么说他是第一？这里面还有人呢！好厉害的剑气！不仅厉害，他剑气之中最特殊的，在其杀气。杀气之重，杀气之浓。这杀气之中，包含着愤怒的剑意，是我见过所有人之中排名第一的。你见过很多人吗？勉强见过些。无双城论武堂，剑无敌，幸会。无双城，很了不起吗？不过你的名字倒是挺有意思，剑无敌。哼哼，在我的面前，你敢称无敌？先生，此人到底是谁呀5大剑仙之中，他独占一个怒字，怒剑仙严战天，手持明剑破军。5大剑仙之中，他的杀戮之气是最重的，是个不错的对手。
但好像他被花毒困在其中，他用自己的剑气勉强为自己震出了一片天地，但始终出不了这个9寺。哼，微末伎俩，也想困住我？再过2个时辰，这花毒便对于我再没有半点影响。到时候我提剑而出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下去。好。对了，你是不是随身带着花剑散之毒的解药？啊，不可！先生，你切勿因小失大呀！你要是把他放出来了，咱们的计划很有可能付之东流。咱们还是先去找卓月安，啊！这剑无敌果然脑子有点问题。为了能和剑仙一战，拿解药给延展天这般疯狂的想法都出来了。罢了。哼，既然不打，那就给我滚！哈哈哈哈哈！不必遗憾，总有一战那一天。这个大木头为何会出现在四怀城啊？你以为只来了一个吗？先生的意思是，来了不止这一个高手？不，是来的不止一个剑仙。剑仙的事先不说，卓月安就在前面那个院落里。你们高手之间对战，在下便不必观战了。您请。过来！谁呀？又是？这般强的结案剑气，全天下只有2个人能做到。风雪剑不会来这儿，所以你是……我不会运气这么不好吧？为何你没有中毒？啊？我不知道呀。因为你和下毒的人是一伙的。快把解药交出来！我没有。那就立刻去死！等等！有。女儿，给我颗药吧，我去看子是什么情况。毒媚娘同我讲，这花毒之阵，能抵抗的人屈指可数。看来这位小姑娘虽然年纪轻轻，却来头不小。你是谁？飞虎将军鼎业，不算琅琊王的话，他在北离军中的地位仅次于3军统帅叶萧英。一个将军怎么会来这里？是啊，为什么？苏昌河、苏沐雨，如今暗河的执掌者，我来这里，自然是找你们的。一个朝中的将军，竟对我们暗河感兴趣？你想要的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这个？暗河的大家长很聪明。绵龙剑的龙首剑笔怎么到你匕首上了？回去我让谢千七改的，我又不用长剑，总把绵龙剑挂身上怪麻烦的。典业
是大皇子骁勇的舅舅，而骁勇是未来地位强力的争夺者。看来他们筹划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他们想掌控无双城，并且抢夺暗河的宝藏。宋沐雨，你这一场复仇问剑，彻彻底底的被利用了。剑乃兵器，利用剑之人，必将被剑所杀。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谁，那就凭你，不是前来送死吗？哎，毕竟是个将军，你们要是明面上跟他动手，难免又给暗河惹上麻烦。不由我来，反正我现在是南城一个散役，我就替你两个小辈试一试这个大将军的警斧。那座城开始动了。今夜，消息应该没那么快到，但是按照之前的迹象，今夜便是他们动手之时。不过，他们可能想不到，如今的四怀城可不是普通的四怀城，他们隐去了暗河，而我则请了3大剑仙去看好戏。骁勇原本想借此机会掌控无双城，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但他万万想不到，苏沐雨故意将有人想利用他这一事告诉了我们。苏沐雨是个聪明人，这场无双之乱到最后想要破局，依然在于他的决定。看他想做苏沐雨，还是想做卓越安。嚯，这倒是个高手啊！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啊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一战，无关人等请速离开。点叶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啊！骁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人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如旁骛。看来无双城那一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影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。那便更好。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。真正纯粹的剑意，
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？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这剑气里竟带着一丝雨意。 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一个不错的敌人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上。你说我的剑，是你所见过的最纯粹的剑，而你的剑，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意之中，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挥出如此复杂的一剑？一切归于平静。输了，赢了。不妙，是非常不妙。既然赢了，那为何还是不妙？因为苏沐雨用了最强的一剑，却没有杀死他，而对手还未尽全力。方才那一剑很不错，能告诉我剑名吗？羽氏。羽氏。我自称剑无敌，然而我出关的第一战，面对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我却输了。不过经过刚才那一剑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悟。接下来这一剑，你必败，必死。我来吧，让我再试试。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纯粹的剑意，世间难寻。可万事万物若真到了极致不可回头的地步，极致的善变成了极致的恶，极致的恶反而成了极致的善，极致的光明更是一片黑暗。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。若是入魔能让我的剑更强，为何不入魔？你若不回头，执意这般用剑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将被剑意反噬，浑身经脉寸断而亡。父亲当年也执着于剑，可他从未忽视过自己的家人和臣民，仍可以把剑视为最重要的事物。可剑不应该成为唯一。人会背叛你，而剑不会。想不到这么久过去了，无敌师兄信奉的还是如此极端的剑道。是你。你我之间的对决，怕是无法进行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一起制敌，也不失为一桩幸事。
无敌师兄，许久未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停留在原来的境地？停静越久，越静越强。等一个机会，一剑入神。一剑入神。很可惜，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看来无敌师兄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之中。既然背叛无双城，就别怪师弟大义灭亲。入魔之前，他已近乎剑仙，如今全然入魔，实力不可估量。看来我这个无双城城主，却是谁也敌不过了。盛极必衰，入魔之体看起来强大非凡，但却是外强中干。找准弱点，便能一击必杀。有执念深重之人，正在此地入魔。是如剑仙，一剑断水。我也有一剑，剑名山雨晚来。空山新雨后，山雨晚来去。你执着于剑，可剑是死物。你执着于死物，迟早会走进死胡同的。可常伴我身的，唯有一剑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事物都离我而去。无敌师兄，我没有胜，但你也不算赢。典将军，这次我们就饶你一命，以后一定要留点心。暗河的主意，最好不要再打。哼。虽然此行未能与你对剑，但有这场对决，亦无遗憾。真没想到，在暗河之中，居然会有你这样的剑。怎么着？暗河之中，都应当是我这样的人。你们俩别站着了，今日使出了这么多损耗的剑招，还不赶紧坐下来调息一番？记得啊，平时打完架，一定要赶紧及时注意调息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对呀，真厉害！你看，剑
剑师兄这一剑真是利落中带着气势，难怪师傅夸你是我们这一辈里最有天赋的。对，说是城主来看弟子们训练，说不准他爱才惜才，直接把你收为亲传呢。还不够，力道不够，武器再练。哇，师兄真是精益求精，往后师兄定是我们无双城的翘楚，师兄弟们的顶梁柱。哎，城主来了。拜见城主。罢了，叶回啊，这里就是我们无双城的练习场。我日间要处理事务，你平素啊可来这里和师兄弟们切磋切磋，等婚时再回城主府习练剑招。他叫燕回，你们几个多多照顾照顾他。是。剑师兄，你怎么样了？再来！来呀！剑师兄，我得回城主府练剑了，明日再见吧。我会胜的，我会胜的。即使你有最强的师傅，有最好的剑法，我也会胜的。我剑无敌，不服输！我剑无敌，本该无敌。无敌师兄，明日一早，我便会差人将你安葬。你我之间师兄弟的情谊，来世再续。李城主怎么没被这花毒所困？都被称为了剑仙，还被这小小的花毒所困，未免也太可笑了。确实可笑，不知二城主是怎么脱困的，也教教哥哥我。那自然是有解药。啊？是三城主给你的？怎么可能？雪月剑仙，您贵为雪月城的二城主，行事如此粗鲁无礼，是无实事。女中豪杰，把你的解药都拿出来。我这花毒的解药价值连城，不是拿来给你做善事的。你要救谁啊？是救我。不是你谁呀？谢轩。哼，谢轩。解药还有吗？有。来。多谢这位兄台了。哎。对了，李城主，这城中还有不少江湖人士也中了此花毒，你我身为剑仙，自然应当助其一臂之力。这瓶中还有不少解药，这花毒似乎也没有方才浓郁了。怎么救？将这解药化作粉末，散布全城即可。此毒由花所起，自当由花所灭。这世间能一剑满城落花之，唯有你了。好。
居然靠这个女人解了毒，真是让人懊恼。哼！李城主的剑还是那么美啊。方才我在来的路上碰到了几个白小堂的人，他们托我办一件事。我自是最讨厌这种事了，不过没办法，我母亲和她同为什么四守护，既然阿娘让我帮她，我便自然会帮她。幸好遇到了你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姬若风把我们聚集到这里，不是让我们看什么好戏的，是自己藏了心思在其中。可白小堂找了你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方才的毒是我帮你解的，我与你有恩，你理当帮我。我想，你的这些圣贤书里也是这么教的吧？二城主所言甚是，要我帮你什么呢？带我们去见你的主人。这仙女说笑了，我带你去我不死定了。你只需要在快到的时候提前走就行了。哎，但如果你不带我们去，你现在立刻就会死。不是你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带路吧。跟我一起。车夫，暂借一下你的马车，城内危险，你且留在此地等着。天亮之后，我们便会回来。啊，好。下！下！走了那么远的路过来，一场有意思的架没看到，反而要替白小堂收拾烂摊子，心中很不忿吧？好说，等办完这些事情，和当世的如剑仙比上一场，就不亏了。据说那宋叶回和你比试过，输得很惨，你咋还对他的剑感兴趣呢？苏燕回的剑法的确不错，不过他被无双城拖累了。还有，我也想看看苏沐雨的剑。你们不是一起参与过围杀叶鼎之那一战吗？他的剑你没见过？他曾说过，他的剑不是剑，是杀气。只有他以新的身份再次出现，方才能见到他的剑。他很强。当年如果没有他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重伤叶鼎之。这花剑伞已经没有方才那么浓郁了，我收拾东西，我们便可出此院落了。周公子，经此一役之后，我们的世剑对决大概率要延后了。有人想利用你我一战大做文章，到时候若再起风云，你无辜之人惨死，那便失去了这场事件的意义。更何况，方才你我并肩一战，我已感受到宋城主的剑意，很好。若当年父亲遇到的是你，或许结果也不会是这样的。无双城愧对于无剑者，愧对于主公子。我虽学艺于暗河，可此次前来，传的是父亲剑道。我本意只是想替父亲报仇，重扬无剑城之名，而不是想毁掉无双城。若我执意这么做，那便成了第二个刘云奇了。师父他重伤不治，毅然离世。他是我的仇人，亦是你的师父。如今大仇得报，心中自有痛快，却不便于宋城主面前过多显露了。我明白，但周公子，我们便
后会有期。若有机会，再看一看宋城主更绚丽的剑光。我怕是不行了，但是我们无双城会有一柄更好的剑，等着与苏公子相见。告辞。我们也走吧。这家伙中了你俩致命一剑，不可能还活着。不知疼痛，不知畏惧，只有杀心。这不是走火入魔可以解释的。这难道是？是什么？是西楚所传的药人之术，能让死人重新站起来作战。当年西楚与北离两军交战之时，西楚便是用这药人之术强行拖延了许久。此法有违天道，但由于太过奇异，西楚如仙便不舍得就此将其毁去，便将它传给了我们药王谷，希望药王谷能从中寻觅一个能将此法转邪为正的机会。此术原来被你们药王谷拿走了，那你们做到了吗？做不到的，此法之邪异，就连新百草也无法窥其全貌。我有一个师侄，也就是新百草的小师妹，名唤叶鸦。她因为丈夫早亡，所以对这类起死回生的邪法颇为热衷，终日研究这药人之术。后来她叛离了药王谷，并也带走了这本秘籍，是世间唯一会此法之人。如何破解？13回望，方成药人浊血流转不顺，我制住了他。宋宇一剑绞碎他的心脏。这总结束了吧？略。怎会如此啊？他的毒血已经进入了我的体内，很麻烦。宋宇，我腰间有一个玉瓶，你把里面的药丸拿出来给我。服下便没事了吧？药人之毒哪有那么简单？